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这期看两个免费的神器，两个免费的 VPS， 一个就是这个 OneBox， 它就像河图洛书哦。传说中伏羲从龙马背上得到河图 ，OneBox 支持 Synbox， 也就是歌坛协议啊，能帮你打通前往异域的神秘通道。另一个是 Subtrack。它就像西河的收纳宝盒，合并资源、测活、去虫，把乱糟糟的订阅筛得明明白白，最后练出一份多平台通用的订阅链接。我们逐个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 OneBox。Synbox 是这位大神的一个 GitHub 仓库，星挺多的，点个星。它主要特点就是支持 Synbox， 而且小巧好用。向下拉它是有中文解释的，它是一个基于 Synbox 的跨平台 GUI 客户端，界面也很清爽，而且官网的讲法是简单稳定安全，无需复杂配置，开箱即用，这就是我这种小白特别喜欢的。它肯定是免费的，点一下仓库名，在首页向下拉，点 License， 可以看到它是 Apache 2.0 的 License 啊，应该是免费的。点一下 README， 点一下简体中文，向下拉点发布页面，我们去用一下。最顶上这个就是最新的版本号，但是我们向下拉一点用稳定的版本号，稳定版本号和最新的版本号是同一个版本号，那就可以。再向下拉一点，这里就是它的下载链接了。DMG 的这两个是 Mac 的， EXE 的是 Windows 的，DEB 的这个是 Debian 的，大家选自己需要的就好。它支持多个系统，这个是 Mac Intel 的，这个是 Mac M 系列的，大家选自己对应的下载就好，点一下就可以下载。下载以后自行安装一下，我是已经装好了。安装好以后打开，界面就是这样，很清爽的，主要就分成 Home、配置和设定。如果你想切换到中文，就把这个打开。这样就变成中文了。回到主页，当前没有配置文件，我们需要给它一个配置文件。点配置，点添加。它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一个是订阅链接。关闭。我们先去弄一个订阅链接。我用的是这个 IKUUU 的免费的资源，在首页底下点这个按钮，选择复制订阅链接，已经复制。这个大型 VPS 本身也是免费的。回到 OneBox， 在配置底下点加号，随便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把链接粘进去，点添加。稍等一下，配置失败，请粘贴正确的 URL。对了，它支持的是 Synbox。我们去转化一下链接，到这个地方把刚才复制的订阅链接，也就是复制的这个链接，粘贴到这里。我们要转成的是 Synbox。所以选 Synbox， 其他都是默认，然后点生成订阅链接，这样就生成了订阅链接。这个是支持 Synbox 的，然后点复制。再次回到 OneBox， 点加号，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把转换好的链接粘贴到这里，点添加。文件配置添加成功。回到主页，点一下开关按钮，稍等一下，这里显示已链接。换言之，现在就已经开始运行了。默认是选择规则的，你也可以选全局，我们就用默认就好。当前配置是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 BBB， 但你如果有好几个配置，你就可以在这里转换。我们看一下这个，点一下这个就是自动看节点了，这些都是日本的节点。回到 IKUUU 看一下它的节点列表，是的，我们用的免费版的是这些日本的节点。在 OneBox 里面，节点是自动选择的，它会自动帮你选择那个比较好的节点。我们随便搜一下，找一个 4K 的，随便点一个，就点第一个吧。看上去是非常流畅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数值，数值不是特别快，但是肯定是可以用的。那这个基本就讲好了。这个 IKUUU 有一个邀请注册，我们往看一下，看看会有什么好处。邀请功能一键随缘，此功能不包含任何客服支持，也不保证邀请成功。
很好，看上去是多么的随意，我一定要把这个邀请链接发出来，试试它这个到底能不能成功。有兴趣的小伙伴来捧个场。接下来看的是这个 Substract， 它是这位大佬的一个 GitHub 仓库，新很多的点个心。主体是用 Go 做的，协议是 GPL 3.0， 它是免费开源的，完全可以免费用。这个协议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你要用它的仓库，无论是对外用还是商用，你要继续保持 GPL 3.0 的协议，但自己用的话是免费开源的。它是做什么的呢？这里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订阅转换、测速、测活、流媒体检测、重命名、导出为任意格式的工具。换言之，就是网上有很多的公益免费的池子，池子里面有很多的链接，但是每个池子里面都有大量重复的，或者是已经不能用的，或者是挂掉的链接，或者是没有速度的链接，它就能帮你测速、测活、去重，然后生成相应的不同平台的订阅链接。像下拉，它这里说是修复逻辑、简化操作、增加功能、节省内存、一键启动、无需配置，这样的描述就非常适合我这种小白。向下拉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它似乎是有 UI 界面的。在这里，它的功能特性就说得更加的清楚了。它甚至可以支持 cron job， 也就是说，你甚至可以定时进行链接检测，保证链接可用，部署与使用。这是 Proxy IP， 可看可不看。看上去作者推荐的是用 Docker 进行运行的，也有 Release 的版本。如果要用源码运行，整个仓库 clone 下来以后，进到仓库里运行这个命令，在这里点一下就可以复制命令了。接下来这里就展示了使用方法，有这种通用的，有这种专项的，适合不同平台的。这个是带规则的订阅，带规则订阅是洋文件。看一下它的架构图，工作流程看上去就挺清晰的。当然了，关键是它开源免费啊。讲白了，它就是把免费池子里的东西筛查一下，测速去重，然后给一个新的链接，而且按官网的讲法是一键启动，无需配置。那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安装一下，看看它的界面。点一下这个 Release， 最新版本是 1.4.6， 它支持 Mac、Linux 还有 Windows， 选自己对应的系统去下载。下载好以后，在本地安装一下。下载好，解压完，双击这个，在 Mac 上会有安全提示啊，点 Done。然后你到 Privacy and Security， 然后你去系统编号底下，在 Privacy and Security 底下找到这个 Subtract 这个条目，然后点 Open Anyway， 然后再点 Open Anyway， 然后需要输入一下密码，输入密码以后点 OK 就可以用了。这样它就已经打开了。这个东西第一遍点击它打开以后，会生成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就在这里，就叫 config.yum， 然后那个就可以不管了，你就把前面那个关掉，然后再次点击它，再运行一下，它就又一次开一个新窗口运行起来。这一次看上去好像它真的有在调用它自己的工具帮我们获取节点、去重、测速。这次好像它真的有在工作，我们稍微等一下。它这里生成这个配置文件呢，实际上就跟它自己这个配置文件是一样的。你点一下这个链接，就会跳转到它的样例，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些什么。并发20，一般情况下的20到30之间都可以。检查间隔，官方设置的是120分钟，也就是2小时检查一次。你要高兴，你也可以改。因为你在本地是有你自己独立的配置文件的，你是可以在自己本地配置文件里面改的。这个是在 GitHub 上，你要在 GitHub 改也可以，但是改了是存在它的仓库里，不是存在你本地。它是支持 cron job 的，如果节点的延迟大于5秒钟，这个节点就会被不要掉。下载链接的最大尝试次数是10次，监听的端口是8199。继续向下拉，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如果要保存修改的结果，要保存到 output 这个文件夹里，在你本地也就是这个文件夹。这是 API key， 它是可以留空的，如果为空会自动生成。订阅的端口好像是8299，
它还可以保存到 S3 bucket 里面去端口是9000，其他的好像就没什么了。不过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些在你的本地都是可以改的，改完以后关掉，然后重启一下它就可以了。还在运行它获取了1万多个免费的节点怪不得要运行这么久。顺道说一下，根据官网的讲法，你在使用它的过程中是不要关掉的，因为它每隔一段时间，按它这里默认的设置是每隔2个小时，会帮你自动再次检测测速去重，这样才能持续保证链接是可用的。所以在运行的过程中不要把它关掉这会不要关，等会跑起来以后也不要关，直到你不想用了再关掉。稍等一会儿吧，它毕竟弄了1万多个节点在这排查呢。那有的小伙伴想要知道它本身的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它本身的资源在配置文件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了，绝大部分都是 GitHub 直接来的。你也可以打开你本地的配置文件，然后修改你自己找到的资源。一般怎么去找这种资源呢？就比如说上一期我们用的这个 Auto Merge Public Nodes， 这个就算是一个，你向下拉复制一下它的原始链接，这个就算是一个资源。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呢，你就到 GitHub 上去搜索这个关键字，按一下回车，它就会出现一大堆。在这里点一下，选择 Recently Update， 找这种更新时间近，然后新也比较多的，因为它这里有很多一抓一大把，并不是所有的都能用。我们挑一些资源更新的比较近，新也比较多的，点进去试比如说这个点进来以后，向下拉这些就是我们随便点一个，这样就会看到相应的结果了。回头再回头，这里有很多需要逐个去试另外你也可以到 Fofa 上面去搜索这样的一个东西。首先需要有账号，我是已经有了，也已经登录了。搜索完就会出现很多这种链接我们随便点一个，比如说点第一个，点完就会出这个长得像这样的就有可能是另外你还可以改一下国家，国家需要二字码，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来搜索一下二字码。比如说我现在复制了中国的二字码，这里有很多可以看到好多页呢，有空慢慢试。这些都是资源，可以抓进来改到你本地的配置文件里，这样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资源，而不是用它的资源了。当然用它的资源估计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已经好了，可用节点是475个，消耗的流量是6个多 G， 快7个 G， 结果已经保存到本地。那既然它已经保存在了本地，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它会保存在你本地 Output 文件夹底下，这是 Mihomo 的，这是全部的，这是 TXT 文档。我们打开的就是这个 TXT 文档，全选复制到这里来，点一下，添加一个新的分组，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一般情况下，公益的节点更新时间设60分钟，有的是更短就是了。点同意，选择新的分组，粘贴刚才的节点信息，全选右击测速。它这里有的是能用的，有的是不能用的，能用的还挺多，而且有的质量都还蛮高的。那这个也讲好了，关掉。再说一下，启动 Subtracts 第一遍只是做文件的配置，你看到 Process Complete 的时候就关掉它，然后再次点击打开它，就会运行程序了，帮我们收集这些免费的节点。另外运行它的时候不要开其他的隐私保护的东西因为它本身消耗的流量比较大，而且你如果要用的时候，这个就一直开着，直到你不想用了再一次性关掉，因为它每间隔2小时就会帮你重新测速查重，帮你重新检测这些免费的节点池，保证节点是可用的。这期讲了2个，一个是这个河图洛书 OneBox， 一个是西河的收纳宝盒 Subtract。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